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公交合作社改革是计划经济回潮吗？第二个，中国支持阿根廷的时候，英国还没有醒悟啊。我们讲这2个主题，先道歉啊，我迟到了，迟到的原因是因为睡过头了，我早早的吃了晚饭，然后就犯困了，我就睡着了，睡着一觉醒来一看已经迟到了，所以我向大家道歉。我们讲讲公交合作社啊，这个新闻是23号、24号出来，24号出来，然后就有人在议论这个事情。我开始没在意，然后最近就有人在找我问我这个事情，我还是讲讲吧，因为很多人都在觉得公交合作社是计划经济回潮。我先把新闻讲一下啊，这是件什么样的新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中央农办，还银保监会4个部门，6月27号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开展生产、供销、信用3位一体的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啊。这个指导意见提出来，到2023年啊，就是3年之后，6月底，就是用3年时间打造若干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3位一体试验单位，使试点地区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然后现代农业流通网络进一步健全，农村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然后初步构建起区域性生产供销信用3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推进这个农村振兴、乡村振兴啊。然后呢，今年的1号文件说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3位一体综合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然后这个意见说3位一体，什么叫3位一体？3位一体其实讲到底就是3件事，第一个是农业生产，第二个其实就是交易啊，就是买卖啊，就是流通领域，第3个就是资金，一个是农业生产，一个是这个流通，第3个就是资金啊，这是农业生产的3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啊。那么所谓的三位一体讲的好像很高大上，其实就是农业生产的要素啊。据介绍啊，试点工作是2021年的7月开始，为期2年，然后你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就是全国啊，选若干个省作为省级试点单位啊。那么用2年时间啊，形成一批可以复制、容易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这一看就是很文革啊，很计划体制时代的做法。然后完善相关政策规划、标准规划啊，推进这个试点啊。公交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于洪秋说，他们会在3年之内力争发展7000家基层社，逐步消除无资产、无业务、无人员的3无基层社啊。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很多人就是猜了，说这个计划经济又复活了啊，供销社的回归是市场经济的终结。然后四川那边有一个供销社的人跑出来就解释，他说现在政府呢的确是在恢复乡级的供销合作社，不过呢，它的机构名称、法人主体和管辖许可权和计划经济时代是不一样的，它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条件和模式来进行架构设计啊。那么基层社归各地自行管理，没有垂直管理啊，就是说
好，我把新闻基本上就讲完了啊，讲完了。那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跑出一个供销社来？其实供销社不是现在才发生啊，习近平一上来就已经发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供销社是什么？供销社是习近平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啊，他眼中有一个新的版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以他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恢复供销社；第二件事，恢复农业合作社啊，耳熟吧？这更计划经济了啊。那么，供销合作社，先说供销合作社，然后我们再说农业合作社啊。供销合作社当然是计划体制的核心之一啊。供销合作社是主体是在农村啊，那么是农村的计划体制的核心啊，负责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什么？统购统销就是农村生产的粮食由供销社统一收购，这叫统购。统销呢，农村需要的所有的农业物资啊，所有的农业物资由供销合作社供应，叫统购统销啊。那么收购农产品，出售农用物资，还出售什么生活物资啊？农民需要的生活物资啊，基本上全部都是由供销社卖给他们。然后基本上供销社的加入供销合作社的农民占中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1978年，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总额占当时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35.5%，所以供销合作社是很厉害的销售网络啊，占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68.2%。那么1985年，统购统销又取消了啊，就是说农业合作社的主体业务一下就没有了，因为你不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一大块业务啊。那么供销合作社就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它对农村市场就失去了垄断的地位，经济效益就一下子就掉下来啊。然后各地呢就开始供销合作社开始找出路了。然后就非常的复杂，供销合作社就非常的复杂，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了，然后有些地方还在运作，但是也是苦哈哈，不大活得像样子啊。习近平2012年开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他就开始全面推动供销合作社体系的恢复。2013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产品流通，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列入中央改革办2014年工作要点，写入中央1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在河北4个城市、4个省、河北等4个省开展试点。201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升农业服务能力啊，然后当年就印发了全国供销合作社“13+5”发展规划。所以你看，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新闻背后已经推了好多年了啊。到了2018年，中国恢复基层供销社1万多家，那么总数到了3万多家，就是恢复了1万多家，还有2万多家，那么加在一起有3万多家。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提高到目前的95%，也就是说，供销社实际上覆盖中国农村95%的市场。那么其中供销社经营网点34万个，日用消费品网点16.9万个，农业生产资料网点11.8万个，农副产品收购网点2.6万个，再生资源就是垃圾回收网点1.8万个，
然后供销社旗下就是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旗下的企业影响巨大，很厉害的比如说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化肥进口商，实际上就是进口的，没有什么出口。然后是农药经销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农药进口商进口销售商。中华棉花集团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棉花贸易商。山东潍坊海滨物流园是长江以北最大的棉花仓储基地然后棉花交易市场是中国最大的棉花电子交易市场。中再生公司是最大的垃圾回收利用公司。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供销社体系其实延续了什么？延续了老国企的样子。那么当然这些老国企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不挣钱不挣钱。2013年政府对供销社体系补贴是60亿那么60亿的钱去哪里？都去了供销社全资和控股的企业那么基层的供销社1分钱都拿不到那么到了2019年，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下台去了哪？就去了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当党委副书记就是因为他，所以大家才会留意原来供销总社还在。2018年，这个总社全系统销售总额达到5.9万亿想不到吧？实现利润是468亿，然后对不起。那么目前，那我们来讲，目前中国的供销社体系是什么？当然不是原来的计划体制计划体制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为什么？计划体制它必须是一整套系统，一整套系统。你不可能说局部恢复计划体制，那是不可能当中国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时候，计划经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条件。那么在农村当然也是一样。那么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企系统只不过呢，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拥有正部级的行政级别，归国务院领导。那么地方的这个供销社呢，就是地方的国企地方的国企。那么不再是总社和这个地方国企，它没有垂直关系，没有附属关系那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国企体系，进行什么？进行流通，进行收购、销售的活动，而且独占市场，其实是垄断性的国企体系，应该讲的是一个这个这基本上是现在的供销合作社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统购统销已经不行，为什么？因为条件不允许条件不允许。这是第一个供销合作社。第二个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去年9月份习近平去湖南考察当时他在央视有一段直播直播就他讲了一段话，但是这段话后来在新华社的新闻稿里面没有。他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因为他当时直接就跟这些农民在一起。他说这样，他说了这段话，他说农业合作社对咱们国家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们走的这条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很好那么这是去年
然后2016年的5月24号，习近平到了黑龙江视察，然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的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啊。然后到了去年的7月，他去四平参观这个视察，叫这个农机农业专业合作社。他说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来看农业合作社的这件事情对咱们国家来讲非常有意义。你们走了一条符合省情现情的农业合作化道路那么到了2019年的4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农业合作社220万家，很多吧？超出大家想象，辐射全国一半的农户。那么当然，我相信这里面一多半是骗补贴的因为农业合作社有补贴农业合作社是毛泽东时代农业集体化的标志那么农业集体化从农业合作社最后变成了什么？最后变成了人民公社大家还记得吗？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这么来的其实这条道路是失败的，政治上的失败，也是经济上的失败。人民公社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几千万人饿死那么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就是干掉人民公社，就是干掉集体化那么否定这个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里面有一句话，其实习近平讲的这段话和毛泽东和斯大林讲的是一样的意思他讲的哪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东北他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东北意思就是东北这个土地成片能够规模经营。规模经营什么意思呢？规模经营就是可以用农业机械用农业机械进行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生产就先进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那么农村大机器生产或者是集约化生产不一定要合作化道路。其实你在北美的农村你看一下，北美的农村有非常多的家庭式的农庄这种家庭式的农庄根本就没有合作化，根本就是直接上大机器所以大机器不一定需要团队生产，家庭生产一样可以实现。你比如说美国家庭农场耕地面积平均是1100英亩，等于是7000亩，中国的7000亩家庭农场，那比中国这个几千人的这个行政村的这个耕地面积还大，一个家庭就搞定。用的是什么？大机械。所以其实中国一直在推行所谓的要搞农业合作化道路，要搞集体化道路，要进行只有集体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看不懂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新农村，习近平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就两条腿，一条腿是什么？供销社，用供销社去控制农业生产，去控制农业的销售供应，控制农村的资金流动，这是在生产经营领域，然后再用合作社
再用合作社把农民控制住，一个是控制生产，一个是控制人啊。那么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公社的样子啊，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要的那件事情，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控制在手里啊。那你可以看到啊，在城市啊推动什么？在城市就推动国有经济，强化国企垄断地位啊，国企垄断在城市国企垄断啊，那么国有经济啊，发展国有经济，在农村，那供销社其实也就是国企，仍然是国企垄断，然后用合作社啊把农民控制住，这基本上就是完整版面的社会主义版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版图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讲供销合作社，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这个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完第一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大体上是这样吧，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太细致的讲它实施的过程，需要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毫无疑问，无论是供销社还是农业合作社，和原来的样貌是不一样的了。为什么？因为条件不同。原来是计划体制的条件，所以供销社也好，合作社也好，全部都是计划体制条件下的样子。那么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条件，那么它呈现的样子是另外一个样子，好吧？好，另外我们讲讲这个中国支持阿根廷的时候，英国还没有醒悟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联合国，阿根廷外长这个索拉叫费利佩·索拉，6月24号在联合国大会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上说，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啊，就是福克兰群岛，英国在这个群岛存在不合理、不成比例的军事存在，所以他说，阿根廷政府愿意继续不懈地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啊。当然，英国人不理他，因为那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其实已经不是殖民地，是英国的领土。然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耿爽在会上发言，他说他表达对阿根廷正当主权要求的坚定支持。他说，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后他说，中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定地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然后中方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我们希望英国积极回应阿根廷的要求，尽早启动对话谈判，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找到和平、公正、持久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在联合国上的一个表态。如果仅仅是一个表态，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用理它。但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表态，我们继续往下讲。那么1982年4月到6月啊，那么英国和阿根廷发生了一场战争，叫福克兰群岛战争。那么阿根廷叫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啊。那么4月初，阿根廷派兵占领了这个福克兰群岛啊。福克兰群岛原来是阿根廷的领土，后来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啊，英国就夺取成为它的领土啊。那么英国就派遣特混舰队啊，当时是撒切尔夫人派特混舰队就去福克兰群岛跟阿根廷开战。6月，英国拿回了这个占领了这个福克兰群岛。那么战争期间互有伤亡，但阿根廷的
损失比较重啊，损失了2艘，一艘潜艇，一艘巡洋舰，然后这个损失了62架飞机。那么英国皇家海军呢，就损失了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阿根廷的，就是福克兰群岛之后，其实这个战争一爆发，中英就开始讨论，就已经正好中英就开始讨论这个香港问题。那么香港问题到了82年的9月啊，这仗打完，仗打完了，这个撒切尔夫人就访问北京啊，见了邓小平啊，邓小平就说了一番这个狠话啊，就把这个撒切尔夫人吓得够呛啊，然后这里面就涉及到香港问题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英国跟阿根廷之间发生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和香港问题是有关联的。到了今天，中国又找到了阿根廷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香港问题又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仅仅讲中国在联合国啊，就用阿根廷的问题来狙击英国的话，我们讲这只是政治手段，但是问题是另外一个情况。当时的就是福克兰群岛战争之后，阿根廷一直受到英国的军火禁运制裁，然后呢，阿根廷的空军呢，它的装备很老旧啊，他一直要买战机，买不到。先开始是想跟西班牙买，然后又想跟这个瑞典买，但是呢，英国都想办法让他们卖不成。为什么？因为这些战机的那个弹射座椅来自英国，所以没办法买，就不卖给他。而且这个瑞典的这个战机呢，有30%的零件来自英国，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啊。所以然后呢，结果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向阿根廷出售了6架枭龙战机啊，而且这枭龙战机居然每架战机卖了5000万美元，这赚翻了，这就是啊。然后呢，而且阿根廷还想买韩国的这个教练机，英国也不让他买，为什么？因为那个教练机的弹射座椅还是英国生产的。那么，然后中国国内就开始有舆论说什么呢？说要多卖一点战机给阿根廷，想办法让阿根廷在军事上对福克兰群岛产生新的威慑，迫使英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哎，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你可以看一下福克兰群岛、阿根廷。这个一个遥远的南美的国家，对香港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2020年，中国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安法，香港就开始走上了通往毁灭的道路。这个时候呢，英国人小心翼翼地处理香港问题生怕得罪中国，然后同时呢，又为了避免被人谴责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啊，所以呢，英国人提出来了救生艇计划，为持有这个 BNO 护照的这个香港人提供签证计划啊，5+1的签证计划。这种做法呢，很好的解决了他的道义责任的问题，但是英国人只做了这么多啊。那么后来即使是这个中美之间翻脸，英国人还是小心翼翼的表态啊，各种表态。就算是签了新的这个大西洋宪章，但是在香港的问题上，英国人也不肯下本钱啊，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就算是他说他会派
新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号去远东。这个伊丽莎白号开了半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到远东，还没到达远东。但是英国毫不客气，直接卖了6架枭龙战机给阿根廷，同时在这个联合国挑战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你看英国人傻了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误判典型的误判。什么叫典型的误判？第一，高估对方的实力，不敢出手，这是英国一直的心态这是第一。第二，低估了对方的决心，所以没料到中国会全力以赴对付自己。这就是非常英国人在这件事情的表现。你可以看到英国其实很有实力，但是你看他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误判，在英国人身上。从香港前途的谈判一直到现在，英国人没有一个判断是准确的英国人很善于处理那种复杂的这种，比如说中东的这个问题，但是他在中共的身上一直在犯错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讲因为我看到这个卖战机这件事情当一开始卖战机的时候，这就不是说罢了，他是全力以赴在搞它，但是你看英国人啥都没干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明谢 Mike 猪，谢谢。好，观点，城镇化已经导致农村不可挽回的衰败。农村的需求特点是低端化，且缓慢稳定的下跌。搞这么庞大的垄断企业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又多个窟窿，农村各级领导又多了块肥肉。非常同意，非常同意2点第一点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代价就是农村农村的衰败是中国城镇化的这个代价。那么中国城镇化还在往前推但是已经差不多了，中国城镇化已经超过了65%了。那么基本上达到70%就是城镇化的顶剩下5%那么还会继续往前走一下，但是已经走不远了。但是农村已经被掏空了，中国的农村基本上已经被掏空了。掏空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人，这个青壮年都去了城市，那么农村就剩下了老人跟孩子所以中国的农村现在为什么会衰败？衰败的原因就是人不在了，人不在那就一定是衰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梦想会不会实现呢？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梦、红楼梦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你就往里面提。这个网友提的非常的对，讲的非常对，这就是往里面扔钱吧，声音都没有，稀里哗啦就往海里面倒钱。观点，上收地方政府财权，重新打通乡村供销体系统，看起来有点像给习近平的穷兵黩武开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如果闭关锁国，这些预先埋下的线就有了用，可以有效的实施人身控制。当然，是否成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情况，我父亲就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国初期的确推进农业发展，当今社会就不知道了。供销合作社从来没有推进过中国农业生产
中国农业生产在集体化，没有供销合作社就没有中国的集体化。中国的集体化是以供销合作社为基础的，为前提的。那么推动农业发展是不可能的，只会破坏农业生产。中国的集体化道路的结果是什么？就是3年饥荒，3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所以没有推动过中国的农业发展。情况，沿海某房价已经可以比拼一线北上广城市。供销社大厦去年新盖，坐落在市中心一级地段。我路过，看还没搬进去，20多层，不明白哪来那么多办公人员。现在的00、90都不知道供销社为何物情况。台湾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农会，农会属于半官方的组织，农会跟农民之间有契约的，比如一个农民1年总收成1000公斤，他可以选择跟农会契作600公斤，已经核定的价格成交，确保稳定收入。另外400公斤可以自行卖出，可能卖更高，也可能会卖更低。除了农会以外，大型的卖场跟食品厂也有契作的情况。中国的这个农业合作社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其实就是跟日本跟这些农业合作社其实是资本主义农村农业生产的模式，那么这些共产党国家拿出来变成集体化的模式而已观点，供销社的作用是统购统销，一旦电子人民币普及，就实现电子化版的朝鲜2.0了。你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一点都没意见观点，当年习上台前，除了习就是博，2个都是红二代，只不过习没有博那么张扬。这些年看下来，习完全不输过博的红色政权。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一路向左是必然发生的。现在的供销社只是国企的农村版，还能放开给市场的行业越来越少。总结下来，还是党管一切，非常正确，非常对观点，中国2000年的历史无非演绎了2种政治形态，宫廷政治与官僚政治，而不论是宫廷政治还是官僚政治，都无非是江湖政治的翻版。只要手段够狠，心肠够硬，谁就是天然的老大。所谓的神鬼怕恶人，一旦一统江湖，其背后散发出来的能量也好，效力也罢，始终在长期笼隔在天地之间，而一大批城狐社鼠由此滋生。而宫廷政治与官僚政治并无明显区分，当有人一枝独秀时，则为宫廷政治；当缺乏有这样一股做大的之时，大家抱团取暖，则是官僚政治。普通人在宫廷政治与官僚政治的选择上没有余地可言，要么仰慕宫廷政治，希望成为其中一员，要么怀念官僚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历史之一。OK， 不错这是不错的总结。观点，上世纪科幻作者描绘的赛博朋克世界，总是幻想大资本家和大企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构筑了一个反乌托邦的集权社会。可现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这个噩梦般的世界的，却是有限接纳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集权体制。或许有一天赛博朋克题材会衍生出反抗数字集权政府的亚种题材。提问，看纪录片习仲勋算是开明的改革派，在文革中还被打成右派，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习跟他的父亲截然不同？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开明的改革派，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们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有不同的作风、不同的修为、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想法，但他们本质是一样，就是共产党。所以习近平看他的父亲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共产党，只不过呢，他们有不同的操作模式。习近平有习近平的条件习仲勋有习仲勋的条件。共产党是什么呢？共产党就是当他很困难的时候，他对老百姓好一点；当他很顺利，手握着充分的资源的时候，那就穷凶极恶。所以你可以看共产党有很多面，很多面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像什么？像一把牌，每一张扑克牌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不同的时候打不同的牌出去，有的牌是大牌，有的是小牌，有的是黑脸，有的是白脸，有的是说好话，有的是说狠话。共产党派出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话，他们都说得很得体，很有说服力，都对，都合理。为什么？看他处于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处境。你比如说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对吧？共产党自己都快饿死了，就出来说点好听的呗，说给大家听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对老百姓要好一点，这个民本思想等等，讲一堆好听的。等他大权在握，他手上有资源了，那就开始给你打官腔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他说这番话是因为他是这种人，不是的，他只根据需要来说话。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翻脸翻过去根本就不认账，就是很典型。共产党就是按照需要来说话，按照需要来说话，就派一个说这种话说得好的人出来说这个话，这是共产党，就是出不同的牌。所以你也别太当真不是他们自己不同，他们只是被安排完成不同的任务而已所以我不觉得，我真的不觉得共产党这个比较开明，这个比较保守，这个是保守派，这个是改革派，我不觉得。共产党只听一个人，就是老大顶上的那个，他想往那边走的时候，都往那边走，都不说话。所以开明的人就不说，所谓的开明的人不吭气儿，走吧。你看现在都不吭气儿了观点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所有的事情服务于封建集权政治的需要，而西方的政治潮流已经发展为以人民的需要为主的民主政治，这就是中国问题的根本，封建集权政治思想。观点不觉得英国犯错，英国本质上要参与欧洲竞争，在小伙伴都没有跟中国彻底翻脸的时候，他也是怎么也不会翻脸，他不能跟在欧洲竞争中落后好吧。情绪如果追溯回去，西藏也不属于中国。达赖的诉求西藏独立，为什么不可以？达赖没有说他要独立，达赖一直在说我要跟中国谈判，中国也不理他达赖一直没有说，达赖一直说我没有寻求西藏独立，你搞错了提问：现在 CCP 有大数据、AI 等技术，请问王老师会恢复计划经济的可能吗？不会，没有这个办法，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就算是有大数据 AI 也不能够实现计划经济观点：编程随想的博客包含了大量的反洗脑内容，最近他在国内下落不明，真不想看见他多年的贡献就此泯灭。OK， 提问：中国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农民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等级户籍制度、商品粮、养老医疗、文化歧视，几十年下来，彻底的摧毁了农村的经济资源、人才以及相应自然和社会生态。请问王老师，未来农村应该向哪个方向？农村真的回不去了吗？中国从来没有农民问题，中国只有中共问题。
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共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共残酷的剥夺农民，中共残酷的掏空农村，这才是所有一切的根源。你看，用户籍制度歧视他们，压榨他们，商品粮其实就是你想想看，农民吃不到商品粮是什么鬼啊？所以这就是中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上来就是剥夺广大的农民，就是剥夺广大的农民。所以中国没有农民问题，中国只有中共问题。中国农民被残酷的剥削了70多年，压迫、剥削、歧视，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农村现在的景象，就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中国农村往哪里去？中国农村只要中共不去管农村，农村就好了。农村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农业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土地。中共牢牢地把土地捏在他的手里，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中国要解决农村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要解决农业问题，核心是什么问题？核心是土地，要进行土改，要把土地还给农民，把土地还给农民，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说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中国要振兴农村，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土地还给农民，不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村无法振兴，这是一切的前提。观点：中国目前整体对外战略失败，就是从制裁澳大利亚开始，相当于老二想取代老大，最可行的方法是联合老三、老四、老五等小老弟一起干翻老大。但制裁了澳大利亚，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小弟，所有小弟都会害怕，自然团结在老大周围。目前变成了老大联合小弟们干老二，所以从战略上来看，中国已经输定了，非常有道理，讲得非常有道理。观点：现在中国阶级固化已经没有改革空间，恐怕只剩下一条路了。不同意。观点：完全同意王老师对 CCP 的认知。我父亲母亲都是入党50年的老党员，等到我35岁，我才感觉到他们对我对我的教育从小就很严格，我全部都做到，并且受益。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双标，对我的要求他自己却做不到很多事情。参加王老师的节目1年半后，我内心不责怪他们，他们都是受害者，我相信他们自己内心有时也是明白的。当然，提问：最近中国很多城市如广州、深圳停止大量或者减少二手房按揭贷款，二手房的流动性大量降低。请问王老师，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能持久吗？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这样，就是说它也不是说完全停掉，它是什么呢？它是给的额度少。现在的房地产这个按揭贷款的额度都在哪里？原来是分到省，现在呢全部都在总社总行。总行呢就按月往省拨什么呢？拨额度，额度本身就拨的少，比原来少了很多，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然后省再往市各个分行拨这个额度，额度到了他才能给。然后呢这个审批的时间又拉长。所以实际上呢，二手房呢，它的贷款并没有停，它只是把这个程序拉得非常的长，然后它的额度，就比如说这个月没有额度了，那就等下个月了，所以他不拒绝你，他会继续跟你谈。
但是他没办法给你，为什么？没额度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这不算是一刀切的政策，它只是怎么说呢？影响有多大？影响2点。第一点，影响这个成交量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当然你没办法成交啊，没办法成交，因为没有贷款怎么成交？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有句话叫什么？久盘必跌，就是你的价格哈，你不往上走，不往下走，一直在那盘，我们叫盘整，盘着盘着，盘的时间很长很长，通常就会跌。久盘必跌，这是市场的其中一个规律。那意味着什么？这个你控制这个信贷，就等于往市场里面的钱少，钱少了，那房地产的价格就往下走，这就是方向啊，大概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提问国内很多芯片厂烂尾，请问王老师，他们从台湾台积电高薪挖来的工程师出路在哪里？还能回台湾重新工作吗？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不行就回去呗，还需要的啊。台积电也在扩厂，而且台湾芯片厂也不是也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多芯片厂啊，联科发都是做芯片的，台湾很多做芯片的厂商啊。情况不了解才会高估误判，日本也同样，有媒体一直在过度评价中国。按实际去过中国派驻工作生活的日本朋友说法，中国就像他们居住过的天价住房，外表豪华辉煌，细节全是渣。情况，北美的小家庭搞农业机械化，很多大农机都可以从农机公司租赁，这样更高效率、更经济，也更专业。毕竟农机租赁公司更好的维护和修理农机，很少。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别人的家庭农场，一排排的机械都在那摆着，都是的。我在推特上的朋友，那个加拿大的大富，他们一家全部都是他们家的那个农机设备，看得我都瞠目结舌啊。有租的，但是很多还是自己买啊，自己买还是便宜啊，租还是贵啊。观点就是，如果他有足够的资金，他一定会买。你算一下账就知道啊。观点：日本、韩国的农民都很强势，农业保护就是这种强势的体现，因为农民有选票，还有为他们代言的利益集团，政府不敢得罪农民。而中国呢，农民在政府里有代言人吗？当然没有啊。为什么？为什么农民会被中国政府这么长期的欺压了70年都没有办法？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选票啊。当然你说没有选票，所以他没有户口啊，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什么鬼？所以就没有选票决定了一切，基本上啊。请问朋友不小心发不当言论，寻衅滋事罪被抓要判刑，请问王老师有什么建议？如何看待中国司法黑暗和不公，以及普通老百姓如何面对？要花大钱40-50万去找公安局长、检察院摆平一切吗？感觉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想花钱也没用。我了解一点点，我了解的那一点点是什么呢？我了解那一点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花钱，因为我没花过钱，但是我知道非常的黑啊，我知道非常的黑，因为我看到过非常多的案例，所以你让我提什么建议，我真的提不到什么建议。寻衅滋事罪，关键是要找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发生在哪里，那些司法的状况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你记住啊，就是一定要找关系，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但是一定要找关系。如果你不找关系的话，就这么判的话，那会比你想象的要可怜啊，反正就是这样。好，明谢 TT，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